殿下，你怎么还不过去啊？而且你今天怎么穿的比我还朴素啊？今天本就不是什么好日子。文叔，一会儿在宴会上，你也不可过分玩闹。哦，安乐姐。殿下对他念念不忘呀。说的也是啊，可是其他人没有竞争力啊。为了参加这个学期，安宁公主到。你穿的真好看。安宁姐姐。安宁姐姐，小莫霜如此打扮，更显得清丽可人啊。哪有？安宁姐姐才是真正的美人呢。你看看你，不管怎么打扮都这么好看。对了，公主，我听说你马上要开始选驸马了。我爸有个哥哥，他相貌英俊，武艺也高超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多谢你的好意，只是我对驸马没兴趣。啊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不过安宁姐姐，我相信你驰骋沙场，定不比任何男人逊色。将军，入座吧。太子。你就不等他了？眼下陛下和皇祖母还容不下他，若是因我张扬，因他而耽误开启，反而会害得他再遭针对。这帝家小姐还真是好命啊，能够得到太子殿下如此关照，求之不得。这是我欠他的。他要是不来更好，我就少一个对手，岂不妙哉？云姐，我看了这么多家小姐，还是咱们安乐姐跟殿下最般配。太子的选妃宴，温公子倒是上心的很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温公子正值年少，爱看美人，当然是人之常情。哪有，云姐，我平日明明只看你的。
院琴走了。啊！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这些努力我不能白费。你这就是自作自受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过了今晚，我必须成为太子妃。母亲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万事小心。然了，这一杯，我也祝你能遇到更好的姻缘。那安乐就祝太子殿下今日能够择得心仪的太子妃，让安乐断了念想，从此以后不再自欺欺人。殿下，帝小姐来了。这帝小姐穿着如此浮华，怕也是不合殿下的心意啊。承恩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我来迟了。无妨，起身吧。是。帝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都怪承恩身子太弱，昨夜受了点凉。若是病了，我命人带你去偏殿歇息吧。不碍事的。承恩思念殿下，不想错过这次和殿下相见的机会。来了便好。
起立。是。带帝小姐入座。谢殿下。这边请。还以为这帝家小姐多与众不同呢，竟用这种手段来博取太子殿下的关注，就是真不识大体。将军，他们不值得你生气。他怎么可以穿得如此艳丽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他真的忘了吗？安乐以前从未见过太子殿下如此关照过一位女子，以为太子殿下不懂怜香惜玉呢，原来惜的不是安乐这块玉啊。任安乐，你是我大晋的股肱之臣，相比怜惜，你更值得我的尊敬和赏识。相比关照，我更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相互扶持。哦，任大人是陛下的宠臣，今夜能来此宴，是承恩之幸。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一番话年中带刺，还在提醒咱们小姐呢。你在太子殿下眼中只是个臣子。任安乐与我一起出生入死，荣辱与共，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臣子，还是知己。太子殿下，我以3万水师为聘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求聘，世人皆知我心悦于太子殿下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知己啊？哎，可是我怎么记得那夜太子殿下喝醉酒之后可不是这么说的？说的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您不喜欢饮酒。喝酒。大人，你这是在关心任大人吗？我是担忧安乐已对寒夜动心，这选妃宴他要亲手将寒夜推入帝承恩怀中。你说他能不能狠得下心？那大人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任大人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姐姐，你就是太子妃候选名册上的帝承恩吗？是。我在北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，大晋太子非要弟子原做太子妃不可。后来我到了大晋，也见到了太子，
却发现那个选妃名册上没有帝子元，只有帝承恩。姐姐，你和帝子元是一个人吗？一介罪臣之女，不会以为自己改了名字就能脱胎换骨吧？在岱山上关10年，就算有脾气也都磨平了。我看他如今啊，不是挺低眉顺眼的吗？因为贪慕皇城里的富贵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愿意改，什么帝家后人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住口！太子选妃，何时轮到你们指手画脚？安宁，帝小姐之名乃圣上所赐，于我而言，帝承恩与帝子元并无二致。原来是陛下赐名。那承恩姐姐，我在北秦的时候听闻帝家有一门绝技。我也听说过。太子殿下与帝小姐自幼相识，又对她如此的牵肠挂肚，想必也知道吧？不如由太子殿下来说给大家听听。这个绝技，并非什么值得拿出来展示的绝技。看来帝小姐不想透露这绝技了，那安乐就更加好奇了。太子殿下，这门绝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。他从小就不爱提，怕丢脸。这绝技怎么会丢脸啊？这帝家绝技啊，其实就是个玩笑，外人都以为是帝家家主帝胜天所创的武功绝招，实则是帝家家主的棋艺率直，屡屡让人看穿棋路。可他为人偏又爱下棋，到后来，棋艺并未精进，反而多了一门绝技。是什么？悔棋。啊？据帝家家主的说法，悔棋师从其父，是帝家不外传的绝技。因生病迟到，哼，真亏他想得出来呀！看来改名承恩，并没有磨灭他的野心。他也知道太子对他的重视，是夺得太子妃位的关键。可惜他还不明白，逼得太子一记垂眸，一次相扶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终究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。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帝家女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走，随哀家去瞧瞧，他还有什么花招。太子殿下，今夜良辰美景，小女自幼习琴，愿为殿下献曲一首。好，慢着，我倒是想看看帝家小姐的琴艺。听闻帝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知可否让我这个女水匪来开开眼啊？任大人，帝小姐今夜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登场献艺。任大人若是想听，可以改日到她的府中拜访。殿下真的好护短啊！我帮着殿下办了2个大案，还那么千辛万苦的下了江南，半点恩宠没捞着不说，现在想听个曲子都难。殿下，我可以献曲。任大人劳苦功高，为殿下尽心尽力，承恩自当是要献上一曲，作为报答。他好大的口气啊！还没进太子府呢，殿下的臣子竟要他来替殿下报答了。那帝小姐快开始你的表演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
殿下，这帝小姐的琴艺如此高绝，您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呀？自愿他从小便爱舞刀弄剑，不善琴艺。但这岱山上无刀剑可舞，许是靠练琴来打发时间了。岁月最是磨人，自愿的是被生生磨成了现在的帝承恩的。帝子元，你为何要在今日弹奏这样的曲子？安宁，我已经改名承恩了，你可不要叫错。这曲谱是殿下寄来岱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有何不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。把这折辱当恩赐，把仇人当亲人，把这忌日当喜日。安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醉了。我记起来了，今日是晋安侯的忌日。晋安侯，那不是帝小姐的父亲吗？自己父亲的忌日竟还穿得如此艳丽，还奏曲作乐呢。今日是宫廷宴席，帝小姐穿着华丽，遵循礼制，并无不妥。安宁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身着华服，奏喜乐，是希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可以安心，知道韩家没有亏待女儿。当年不可一世、张扬肆意的帝家女，如今变成了这副脾气。承恩，该是说朕给她起了个好名字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害你沦落至此，我没有资格指责你。承恩，看在你我情分上，你便不能听我一次，不争这太子妃职位吗？安宁，别闹了。岱山上的日子孤苦清冷，能陪在殿下身边，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的心意不变，太子妃之位。我支持任安乐。将军，别管我。如此看来，他对皇家的依顺是出自于真心。陛下，您可以心安了。若是他真心臣服，朕就遂了太子的心愿，立她为太子妃，也未尝不可。只有歌，自然得有舞。我们北秦的剑舞可厉害了，殿下，要不然让墨霜为您跳一曲。好，那就有劳墨霜公主了。嗯。
公主这是怎么了？我应该是坐得太久，腿抽筋了。对不起，殿下，墨霜恐怕不能献舞了。无妨，公主歇息便可。既然墨霜公主不能献舞，不如就由我来代劳吧。好啊。我竟不知你还会跳舞。安乐粗人一个，自然是不会的。不过我倒是会几招剑术来哄殿下开心，需要帝小姐来为我伴奏，可以吗？能为任大人伴奏，是承恩之幸。如果太子殿下不介意的话，承恩奏一曲《梅花落》吧。此曲是我刚入宫时，你日日教我，我才勉强学会的。自然记得。太子殿下，明明是安乐要献艺，你却只关心帝小姐弹什么曲子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任安乐，此处空间狭小，你要舞剑，未免束手束脚，要小心，不要伤到自己。放心吧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擦亮双眼，看安乐的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承恩方才不知怎么惹得任大人生气，对我出剑。
你误会了承恩。我深知任安乐的为人，他不会随意出手伤人。帝小姐如此惊惶无措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？既然不行的话，就早日打道回府吧。任安乐，帝承恩是我等了10年的太子妃。 谁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意，谁也不能将你轻易看低。起立，站着。是。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，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他的头上。你是大晋太子，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我已有婚约，你非他不娶。 非他不娶。你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，你和子恩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或者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？就算当不了太子妃。 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虽然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，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然了，寒夜会去弟子园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。 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，哪怕她对别人动了心。话放在心上。参见陛下，皇祖太后娘娘。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臣作为大晋储君，当做表率。臣曾说过，太子妃之位非帝承恩不可。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。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晋储君，那可记得她是叛贼之女？帝家之罪，与承恩无关。更何况他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10年，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，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。
在我面前做小伏低，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，魅惑太子。好一个帝家后人！皇帝，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！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，也是先皇的遗诏。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？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，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！皇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？母后，您先消消气。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，每日抄写佛经，为你我祈福，而且入京后也算是乖顺恭敬，或许并不似您想的皇帝，难道你也将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？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，在丽妃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作为长辈，不应当过多干涉。你，你们尽管胡闹，只要我还是大靖的太后一日，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，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。太子妃之位，永远都为你而留。
父亲，我在靖南隐姓埋名，做了10年水匪，终于又能正大光明的来这里祭拜您。我回来了，可偌大一个地家，只有我站在这里。那葬身庆南山下的8万将士，10年来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孤魂至今，难回故土。当年父亲以死明志，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。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，却坦然坐在皇位上，安享万人俯首，坐拥万里江山。父亲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，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，让8万将士有安魂之地。女儿心如磐石，不会为任何人动摇。安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闻选妃宴那日是靖安侯的忌日，我心中颇为感慨。靖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，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，但今日在此祭拜，也能聊表钦佩之情。传奇？是啊，帝家军骁勇善战，却在一夜之间倾覆。靖安侯作为统帅，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，还惨遭全族灭门。对这其中的缘由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。英雄被迫以死明志，8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，何其悲凉，何其惨烈！在后世却只得传奇2字寥寥概括，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安宁，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靖安侯，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。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那天晚上太子有多怜惜我，即便是太后发怒，他也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。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，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，也是时候到靖安侯府走一趟了。我不去。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，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。若此时去靖安侯府祭拜，那岂不是授人以柄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弟子元的身份。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，也是我弟子元的身份。若我现在去靖安侯府祭拜，一定会惹怒他们的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？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，她怕是要当场杀了我。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，你若不去的话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
我不去。在太子眼中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。既然不去利大于弊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。母亲，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着想，但是你没有看到，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。我相信，他是不会放弃我的。太子哥哥，靖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，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。子渊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？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，所以才无法前来吧。哥哥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我都知道，他是明哲保身，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。安宁，你不要怪他。皇祖母之前如此对他，他不来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有怪他，我是怨恨我自己。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。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。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，都曾为我大靖浴血奋战，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。安宁，你当年何其年幼，又何其无辜，这份愧疚，不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我一点都不无辜，最无辜的是子渊。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子渊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，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，都不能。哥哥，是韩家一手毁了子渊。10年的岱山囚禁，如今在他身上，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。我也很想念昔年的子渊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念当年的子渊。不过子渊没来，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。骆明熙也来了。是安乐。
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击败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，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
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哎，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我没事，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新一人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下的眼神，刚才分明有意。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，只有我。靖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，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狼狈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，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，就交给属下来做。
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，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帝承恩的事，可是目前传来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韩烨，为此韩烨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韩烨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，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，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，现在让他多1道疤，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殿下若想对弈，换我便是，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？眼下这黑白子势同水火，很难分出哪一方更有优势啊。殿下是希望黑子赢还是白子赢啊？观其不语。殿下，您是在想安乐姐和帝小姐，对吧？说正事。殿下，你可还记得太子妃宴会上那个迟迟未到的钟景吗？前几日钟家起火，钟氏上下10几口人尽数葬身于火海。怎会如此？世事难料，听闻是一名叫做钟海的家仆纵的火。近日抓捕钟海的告示都快马加鞭，一层层发到县里去了。江南多雨，如今正值寒冬，这火起的诡异，或许另有隐情。是什么人一口咬定是他？帝承恩的破绽，便由我们尽力帮他掩护。他为我受了10年囚禁的苦，又生生吞下了被太后为难的屈辱。他想要的富贵，我应当帮他争取到才是。旁人做的决定，何须你来负责？他也不过是一个身世孤苦的可怜人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就牺牲掉别人的一生。眼下最要紧的便是要找到钟海，否则帝承恩一旦暴露，我们之前的一切准备就付诸东流了。你放心，你这一步棋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奏效了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骆大人，钟海之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太子殿下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
这暖炉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。太子殿下前呼后拥，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？你与任安乐都知晓中海之事，私下商量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太子殿下贵人事多，我与任大人身为臣子，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。可既是讨论公务，为何不在大理寺，就来凌香楼见面？我查的此事与钟义侯有关，钟家的幸存者钟义侯也在追捕，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到底是为了钟家的事儿，还是为了任安乐与我私下见面之事？罗明熙，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8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他的字张扬锋利，字如其人，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。可是，过了10年，早已成人的紫渊，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，毫无前兆？我想是因为这10年岱山沟苦，他也无心练字吧。他的字与昔年无异，为何脾性却完全不一样？甚至殿下，臣要提醒您，无论您在怀疑什么，凡俗之情离皇家总是最远。你该时刻记得，到底该守护谁，该放下谁。如果10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，而是那个人，如果我许诺错了人，又该如何？就算你许错了人，已经做出的决定便是覆水难收。哪怕你后悔了，但你身为太子，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。时不待我，必须让安宁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。殿下，今儿是除夕，你就不能开心一点，笑一个？你这笑，还不如不笑。你是不是怕今日在宫宴上，帝小姐会被人刁难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不会有人出这个美头。那可未必啊。太子哥哥，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我接到密报，紫渊有危险。宴上皇亲贵戚众多，皇祖母不会太过于为难他，你放心吧。皇祖母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怎么可能其乐融融？咱们快进宫吧，紫渊需要我们。好，走，即刻进宫。哎，上马。哦。小姐，我找到钟海了，他人在哪儿？五柳间，古元年的人在追杀他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上！让开！去！
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！走走。快走！快走！鱼！鱼！无论街着火了！鱼！哥，工业快开始了，走啊！撤！这是太平啊！撤！夫人大人刚才冲进去了！假的？怎会如此？有那么大的火？如此危险，他怎可独自贸然前去？不要命了吗？安宁，你先入宫。殿下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救出安乐。现在只有我能救子源了。撤！你还好吗？马上救你出去。出去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？先看看你伤势，再做塔检。殿下，您怎么样？小姐，小姐，他受伤了，北城回太子府请御医，快！好。哎，寒夜，把他交给我，让开！寒夜，
任大人乃朝廷命官，你的太子妃也已选定，众目睽睽与他纠缠不休，你可曾为他想过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你已经为我奋不顾身，不枉费我送你3万水石。殿下也累了，把我交给骆大人吧。殿下，宫宴已经开始了，你该进宫了。交给我吧，照顾好他，陆明心，放心。小姐，把钟海带回去。殿下，太后娘娘到！拜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都安排好了。走吧。就让你再多喝几杯吧。见过母亲。快起来吧。听过今晚，我就是太子妃了。你先去歇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好。除了腿以外，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？其他的寒夜都帮我挡着了，他自己也受了不少的伤，如今又要赶去宫宴，也不知道身体能不能受得住。子，你答应过我不会再动摇的。今日之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今日之事不是你的错，古余年为了杀钟海，竟然一气之下烧了五柳街，这谁都想不到。但我说的是寒夜。今日我没有预料到寒夜会冲进来护住我，也没有预料到我会对他再次动心。我见过与人周旋时温润的他，也见过危难来临时沉稳的他，却从未见过在火海里那么愤怒、焦灼、不顾一切的他。以前他的眼里有大靖，有君臣，有弟子缘，可是今天他的眼里只有我。你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。你和他根本不是君臣，他是你仇人的儿子。明熙哥哥，我先睡一会儿吧。可能是今天的事情太过于混乱，我有些不清醒，等睡一觉就好了。
太子为何还没来？来人，看看太子当下在何处，因何迟迟未到？是。不像话！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他竟然还迟到！母后，请陛下、太后娘娘恕罪。太子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。是啊，太子哥哥不是随便迟到的人，再等等吧。太子的行踪，你们倒是清楚。今日可是寒家夜宴，哪轮得到外人插嘴？不等了，开始吧。是。太子到。拜见陛下，皇祖母。臣来迟了，请恕罪。日后切不可如此，免得叫我们担心。晚宴开始吧。听说太子此前去了五柳街，你去五柳街做什么？钟海在五柳街，臣去捉拿他，中途遇到大火，是臣顾虑不周，幸得有人安乐相救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寒夜。太子，你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？捉拿一个小小的钟海，用得着你这个大晋的太子亲自出马吗？你是大晋的储君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的道理你不懂。江南赈灾的时候，朕就提点过你，你的安危关系着大晋的江山，要慎重。难道连朕的话你都给忘了吗？臣知错。寒夜，朕的太子父亲老了，朕不想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儿子对不住。有刺客护驾！保护陛下！是。快送太后回静心堂，臣跟皇祖母一起走。不，
我匆匆入宫，冷北并未随行。照顾好太后，快！承恩，你留下。退。走。赶快通知御林军前来护驾。是。陛下小心！子渊，子渊，子渊，子渊。站住！孩子，不要追了。薛御医，快去，快！如何？严重吗？启禀殿下，帝小姐受的这一剑，虽然凶险，但性命已无碍，只需好好静养。那就好。幸好这一剑未伤及要害。殿下，夜深了，既然御医说帝小姐身体无碍，要不我们先回府歇息。承恩为救陛下重伤，我要在这儿守着，直到他醒来。太子，宫里有人照顾他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参见陛下。你们先都退下吧。是。今夜之事非同小可，宫里面竟然会出现刺客，我大晋皇宫的防御，没想到会变得如此之差。陛下息怒，此案必须彻查清楚。臣已派人去调查此事，意图伤害陛下之人，臣绝不会放过。可以查案，但是你万万不可亲自涉险，你要记住朕的话。臣铭记。没想到，竟然是他挡在了朕的身前。陛下，子渊这一举，朕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多年前，帝汗共创大晋，可如今，大晋的江山已跟帝家无关。但没想到，今天晚上救下朕性命的，竟然会是帝家之女。或许寒帝联姻是天意。臣谢过陛下。你多年的心愿，如今终于得偿，只是一句多谢吗？太子，有些事情已经变了，只是你啊，不知道罢了。
阿宁，今夜你也累了，先回去歇息吧。行啊，子远。你没走啊？我担心你伤势有变，没敢离开。谢谢你，明熙哥哥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但你以后千万不能贸然行事，有什么事一定要提前通知我。今日之事实在是太过于突然了，根本就来不及通知你。而且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想让你为我少操心一些。但如果这条路到最后需要牺牲你的话，我宁愿这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如此鲁莽行事。可话说回来，你这一觉睡的，不仅错过了宫里的烟花，还错过了一场好戏。有刺客去刺杀韩仲远，帝承恩替他挡了一剑。那帝承恩他……帝承恩倒是无妨，但经过这么一遭，太子妃人选怕是要定下来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。天快亮了，宫宴也要结束了，那把火是时候要浇灭了。你不难过吗？我难过的是至今未明的真相，还有那些蒙冤而死的人。好，那看来一心复仇的任安乐，可算回来了。从科举舞弊案到江南水患，咱们千辛万苦，终于要将这个恶果累累的忠义侯给扳倒了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钟家灭门案足以一击毙命吗？宫宴行刺之事中，落下的剑并非寻常。我所料若没错，就可铲除这股浊流，大清又可恢复清明了。来，我提一个。殿下，殿下，安宁公主来府上，说有要事找您商议。二位，失陪了。这清明的政治，岂是扳倒古云年一个人就能达成的？韩业自幼居于深宫，还是太过天真了。一心尽显秉恶，既能为百姓伸冤，又能为百姓谋福祉。我相信这样的储君，说不定真的能还天下一个清明。安宁，找我何事？哥哥，高玉庄的钟海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他。他是无辜受害的百姓，自有森严法度会保护的。我是怕有人会害他。你也大可不必担心忠义侯的势力，他如今已是强弩之末了。不只是忠义侯。我的部下曾在江南寻获一枚荷花坠子，图样乃是帝家所铸之璧。今日他认出来，钟海正是这枚坠子的主人。他是帝家军幸存者。若他身份被别人知晓，恐怕会招来更大的杀身之祸。安宁，你可知道，有人在江南水患案时就在查钟海的下落？谁？任安乐。有一个重要的人证，只要他愿意，帝家定能洗清冤屈。你是说谁？
帝家旧部，还是当年坚守此事的官员？都不是，是安宁。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安宁当时已经……当时他还没离开京城。安宁应该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。怪不得安宁当年匆匆离开。10年过去，回来之后完全就变了一个人。怪不得他听到帝子元这3个字的时候如此慌乱。8万将士命丧青南山，无人生还。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我都无脸拜祭。原来如此。他心中有愧。他可愿意为帝家作证？他不愿意。不过若想翻案，他的证词至关重要。看来只能由我来让安宁开口了。安乐为什么会找钟海？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他为何要来乱葬岗？小姐，这就是埋葬小公子的地方。咱们给小公子换个地方吧，这里太冷清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纪言就在这里，哪儿都不会去。谨言，谨言，这一定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。
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狄静言是狄家独子子渊的亲生弟弟。狄静言，安宁，你说的这些，他都能感受到。然乐，我怎么总觉得你和我的那位故人，莫名的相似呢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你才更像我所认识的帝子渊。安乐，原来你才是……我居然……对不起，安宁，我也未曾料到，你竟然知道的这么多。此书上有子渊父亲的手迹。既然殿下欠我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就把这本书送给我吧。当年帝圣天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能够看到此情此景，或许他也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帝子元过了这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帝子元了。安乐可是跟着殿下从靖南跟到了京城，以3万水师为聘，只求一个太子妃之位。殿下倒好，眼里心里都是那个岱山上的帝子元。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只盯着帝子元，也看看身边的任安乐呀？愿一次相拥换百年孤独，别是我今生最好的归宿。太子殿下，安乐会尽心尽力，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站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在这世间，只有一个人安乐，师不再来。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若是有一日我也对殿下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出身靖南，大勇大谋，求取太子妃之位，搜寻帝家幸存者。原来我们早就重逢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。任大人这一棋，居然让整盘棋都活了。而你的身旁，便是此生系的归途。殿下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最近老是盯着这颗棋子发呆啊？一入棋局，万般凶险，我竭尽全力想要护他周全，却没想到守在
认宫宴上那把剑来路是西郊大营，肯定是忠义侯做的。果然是忠义侯。哎，殿下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找任安了。去找刺客。哟，太子殿下怎么一大早就到我这寒舍来了？他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我担心任大人的伤势，所以给他送药来了。骆大人看起来更加病弱，还是少为他人操心，多多照顾自己才是。看来太子殿下一大早来，是关心我的身体。那多谢太子殿下。二位就不用费心了，我的腿已经好多了。我来是有正事。我查到宫宴上的刺客来自西郊大营，很有可能是忠义侯所派。这宫宴之事，陛下不是交给殿下负责了吗？与任大人何干？若刺杀一事证据确凿，足以将忠义侯定罪。这等惩奸除恶之事，任大人正直善良、智勇双全，你难道认为他会置身事外吗？嘿，正直善良、智勇双全，太子殿下果然是慧眼识人。既然如此，骆大人，我们去西郊大营抓人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我带来的消息，你为何与他同学？如今太子妃人选已定，你还有正事要办，而且宫中事务繁杂，想来无暇去西郊大营。宫中之事无需我操心，骆大人也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本分才是。行啦，若是太子殿下有空的话，也一起去吧。骆大人若是无恙，便一起去吧。幼稚。这西郊大营都是天子护卫军，里面竟藏着刺杀国君的凶手。百米养百人，就算是天子护卫军，也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条心。只要找到当晚的点卯册，便能知道宫宴之时谁不在营中。但若名册造假，无一人缺席，那又当如何？那日我与他们交手，用剑刺伤了其中一人的手臂。我们只需挨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新伤，便可锁定凶手。身份可以隐瞒，但身上的痕迹却隐藏不了。即便多年之后伤口痊愈，也始终会有疤痕。然安乐，你说呢？是啊，当年我在安乐寨的时候打了那么多架，身上有不少疤痕呢。当年任大人在安乐寨时与水匪交手，不幸被长刀刺穿肩膀，他当场拔出兵刃，斩下敌方首级，不过也因此失血过多，昏迷了3天3夜。他说这些，我竟都不知道。嗨，都是小小的战绩，不值得一提。不过我如今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这么重的伤。太子殿下，在这京城之中能重伤我任安乐的人还没出生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太子殿下，你总喜欢把心思用在不对的地方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名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给我！这不是我给太子殿下的吗？你一直带在身边啊？你以前挂案悔棋，我总觉得是在耍赖玩闹。为人行事当不能如此。但近几日我看着这枚棋子，总在想，棋可以下很多盘，但人生却只有一次。若哪一步当真走错了，是否能给自己一次后悔的机会？殿下怕是记错了。我常与任大人对弈，任大人下棋，落子坚决，从不悔棋。对啊，殿下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什么时候悔过棋了？兴许是我记错了。找到了，给我看看。冉安乐，以后再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之事，让我帮你，别总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倒是太子殿下你，以后再遇到悔棋之事，你应当早点忘却才是，省得庸人自扰。任大人请。瞧我看星看入迷了。除夕宫宴后，我还在养伤，不方便起身，还望任大人见谅。无妨，毕竟你救驾有功，理当如此。自从除夕夜之事后，太子殿下便日日来远水阁看我。每次来不是带些补品药品，就是带各种新鲜玩意儿，这间屋子都快装不下了。确实都是些新奇的玩意儿，这些我在安乐斋都没见过。帝小姐可真是好福气呀！还有这些信件，这些都是太子送到岱山上来的，这10年从未间断。太子殿下生性纯良，是世间难得的好郎君，帝小姐更应该真心相待才是。你不妒忌？你刚入京的时候，不是对太子妃之位势在必得吗？如今我对太子殿下已再无更多情谊。那日一同出现在五柳街，不过是要追捕钟海罢了，并无其他。任大人何必为自己求而不得找借口？若你真的对殿下无心，那又为何不回靖南去？偏要留在这京城，日日出现在殿下眼前呢？你笑什么？或许对于帝小姐来说，一生一世一双人是你毕生所愿，但是在我任安乐这里，除了儿女情长，还有其他我要在意的事情。那请任大人谨记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和殿下过从甚密。朝堂之外自会避嫌，但若是朝堂之事，恕难从命。你，太子殿下，
殿下，承恩，你身子不好，怎么不好好休养？殿下，我和任大人。然乐，不要打扰承恩歇息了，跟我走。太子殿下，此地人多眼杂，还望太子殿下可以谨言慎行。你确实足够谨慎，调教出来的人演技精湛，竟连我都骗过了。安乐何时骗过殿下？我是说，刺客和院书在古奇山面前戏演的不错。毕竟我是殿下口中智勇双全的任安乐啊。你有事瞒着我，我不会生气。但我希望有一天，你能亲口将所有真相都告知于我。我没有什么瞒着殿下的。再说那周义侯的事情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任安乐，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你或许会喜欢。大人，怎么有闲情侍弄起花草了？适逢上元，突然想起了一些旧事。那年，我还是紫园的贴身护卫。那是段好时光吧？是段很好的时光。虽然那年京城苦寒，见不到靖南的长丝花，但上元之后还有真正的佳节。也因此，尚且不须睹无常死。许什么愿呢？秘密。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卖花灯啊，各式各样的花灯，来看看。娘娘，要花灯吗？这好看，花灯挺好看的。看一看啊，花灯。这个颜色好看。你要哪一个？是挺好看。行，那帮我拿个这个。哎，好嘞。太子殿下平日向来循规蹈矩，今日为何如此玩闹啊？那边人多。跟肆无忌惮的女水匪待久了，也算是近墨者黑吧。既然如此，殿下还要感谢我呢，感谢我让殿下随心所欲地活了一回。哎，殿下你看，那花灯真好看。在这儿等我。走。等会儿我，等我。等等我。
你的了？没想到太子殿下的品味这么天真烂漫。当年紫渊不喜欢皇宫，我曾偷偷带他出来过一次。那年京城的灯会，我花了10个铜板，套了2只灯笼兔送给了他。可第2日，我便听宫里的人说，紫渊的生辰是正月16。但那时我急着和舅舅出京巡视京畿，便临时写了封信告知他，将那1对灯笼兔作为生辰之礼送给他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嫌我小气。这么一想，竟有10年了。太子殿下记性真好，这些小事都记得。不是小事。大靖太子与帝家联姻，为的是天下不再纷争四起。虽然我和紫渊从小便定下了婚约，但那时他年幼，骆明熙作为贴身护卫，总像个小尾巴一样形影不离地跟着他。那年京城的灯会，是我与他唯一独处的时光。我念着你，十分寂寥，无眠中听。小姐，我接到了消息，说忠义侯要除掉除西宴行刺刺客，他们今晚约在了花园山。事到如今，岂能让他轻易分身？那我们立即去花园山。你帮我拿回家好好放着，伺机而动。是。会是你们？不好，中计了！老夫先走一步。收小汤！楚云言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为何拿我？我何错之有？你心知肚明。你们！孔云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殿下小心！这又是何人？他还有援手。来了，韩烨。是冲太子和任安乐而来。韩烨，我竟成了诱饵，天亡我也！
骆大人光口不问，若此事传出去，陛下当如何想？你的话已经无人想听，我又何必审你啊？没有我的口供，怎么能够定我的罪？刑部这些年都是这样办案的吗？可笑啊！你至今还不知道我刑部如何办案吗？看看这个吧。这是古奇善对你所有罪行的指控。他怎么会落在任安乐？我当真是机关钻进。古奇善这个逆子，不忠不义，不仁不孝。罗明熙，一个逆子的话，如何可信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有其父就必有其子。他也不愧是你的儿子，亲手送他父亲上路，也是理所应当。想我一世英名，竟然毁在自己儿子手里，这都是因果报应。你到底想如何？我要你告诉我，是谁把任安乐打落崖底的？我不知此事。华元山的事儿不是你安排人做的吗？我都已经沦为阶下囚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西郊大营不是你的地盘吗？西郊大营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所有的证词我都可以认，但凡是和西郊大营有关的，我一概不认。罗明熙，你休想把西郊大营的事扣在我的头上，我是冤枉的。冤枉的。看来这西郊大营另有玄机，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？完了，你现在身在何处？千万不要再出事了。寒夜，寒夜，快点醒醒啊！寒夜，寒夜，还不能睡，你快醒醒！然了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坚持一下，不能再睡了啊！你撑住。我只是有点累了。我抓了飞鸟做标记，你撑一会儿，他们很快就来救我们了。别睡过去。你一个大景太子，难道就要交代在这儿吗？你千万别睡过去。死在这里也挺好的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要是死在这儿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想必也不需要你饶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那我攒取的水石怎么办？我陪你下江南出生入死，难道是来给你陪葬的？你快别睡了，你醒不过来，我欠你的怎么还你啊？你快醒过来，你不能死。然了，我说，你别跟我说文说，他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呀？你快别睡，不许再睡下去了，
我有结的债我还没有还你呢。不用你还。才会遇到你，好端端的，替人挡刀干什么呀？你以为自己是太子就有不死之身吗？马上就要成亲的人了，弟子云都等了10年了，难不成你还要他白等啊？我只是不希望你死。你醒了，寒夜。如今看你平安无事，我便安心了。你傻了，我安乐寨寨主，哪轮得着你来救我呀？我从小到大，从未如此任性过。不过我很开心，我的任性保护了你。你开心，我才不开心呢。你差点就要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事的，你别担心。你醒了，还好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就这么一直守着我？那不然呢？你又好不了，我又不能走开。你一直守着我，都没有合过眼。安乐，安乐，安乐，你身体怎么虚弱成这样了？子源，子源，你没事吧？当年任大人在安乐寨时与水匪交手，不幸被长刀刺穿肩膀。亏他用这种话来帮你找我，你肩上这道疤，我如何会不认呢？子源，果真是你。靖难初见，便似曾相识。可这是老天垂怜，还是造化弄人呢？无论如何，子源，自10年前，我便是要护你周全，此诺如山，一生不移。看人间烟火，欣赏求不得。这一程一程，恍若一朝暮。纵天下轻浮，来世再相互。一生一诺，情深又怎能不负？满天的夜下，照成了夜幕。我等你10年了，到底还是把你等来了。你快好起来。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殿下，殿下，安乐姐，殿下，任大人，殿下，殿下，结果如何？报告，西北方向方圆20里内没有找到。报，东南方向20里内也没有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小公子好几天没睡了，不如歇息一会儿，我来顶着。找不到他们，我怎么歇息得下？撤！撤！文叔，
公主，你找到他们了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。这附近布满荆棘，没有一丝活人的痕迹。他们或许被困在某处，不然便是……他们不会死的，不会的。我也不想。但即便他们现在还活着，荒山野岭，到处危机四伏，我们晚一日找到，希望便少一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小公子，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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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醒了，你也活得好好的，没有枉费我一番辛苦救了你。你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没事，而且这不是也得到了太子殿下投怀送到吗？也算赚了。怎么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了？你这山椒肉桂的，若是冻坏了，还得让我再守你几日。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也是，毕竟你是皇室的太子，就连阎王都不敢收你。怕什么？不是有你拉着我吗？何止有我拉着你啊，还有这大晋的江山，还有我任安乐的3万水师，谁敢带你走？任安乐，你的命也很值钱。我一介水匪能值什么钱？值得我这位太子一世效活。好了，你再歇歇会儿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任安乐，你的命也很值钱，值得我这个太子一世效活。眼下在这荒野，我何须多想？只要此刻开心便好。